这被人下了吗？有整套了，大人没得，这个意思。这么涨，老板们，这到底能不能要啊？这个又是在私底下，这大项哦，应该没电的了。那还用你说？没事哈，你看这儿，不要钱的，想办法先搞回去。拧不开，蓄电池在后备箱。只有充2电，没其他办法的。我有其他办法，这儿可以打电啊！你看下去就知道了。有反应没得嘛？通了，开喽！看能不能打燃。有反应了。哦，转速这么高，打不着。这还搬车搬回去。这台也是老板的，过2年也送我。哇，车是什麼顏色我們都不知道，把它洗乾淨看一下。我想復原新車，接下來我準備將每一個部件打散，不知道又要花費多少錢。看着還是挺新的，除了前面缺的這些東西，應該還不錯。現在仍然打不着火，我們檢查一下是什麼原因。一共55個故障碼，發動機11個。測量下氣缸壓力，看看。開火！不到10個缸呀。接下來。零件做起好，因為在場的捷豹太多了，必須按車牌歸類存放。原車卡子就是難免一下，由於是全鋁車身，一定要保護好，避免微外的磕碰。出身做清潔，老闆說開得發冒，只粘貼這麼滿。强壯兩女洗出來很多沙子，脫掉原車漆。好嘞，不想談了。開始無膩子修復。打磨就知道哪裡凸出來的地方就能攪拌，一點點把它敲平着，變形厲害的地方就是這麼平。原理車身修復非常好，10級滿工才能出戲。馬斯夫鸚鵡油漆。這可不是一般的手電筒，這個是塗裝配色專用燈，專門用於檢查漆面是否有瑕疵，亮閃閃的漂亮，這才叫捷豹皇家綠。這才叫靜謐，第一遍粗拋就這個效果，僅僅只拋光就1個月時間。原車原位貼紙陣，絕不滿布。噴塗底盤裝甲。
端的內飾準備翻新，這些內飾磨損太嚴重，分解住了。座椅骨架生锈嚴重，雖然看不見，也不影響使用，但我們反而要做得更仔細，不忘初心，追求極致的細節完美，又得用漆光了。不锈後，噴塗防鏽油漆，涂件輕直，重新包覆線束，去除座椅海綿異味。阿赫噴抽機深度出油，一邊噴除味劑，一邊吸混污水。看着不髒漆出來，就知道有多髒。頂棚泡水全塌了，海綿層徹底失色，一摸就掉渣，像不像蛋糕？摸起來非常的輕，所以按壓不回。直接掃把伺候，非常嚇人。其他內置件細節打磨，開線槽，德國杜克普縫紉機縫制皮料，線必須直。開槽的目的就是給皮料濾油。必須做到嚴絲合縫，包好的效果。這些膠套、球頭全是壞的，這個車每一個膠套都是壞的。底盤分解完了，先翻新差速器。洗一下油，噴砂除鏽，再漏油，打開瞅瞅。陈年老泥，油封壞了，難怪漏。先分解油，這些膠只能一點點掉。除油劑清洗。
再次出油，增加油漆附着力。修复差速器拧开。高温烘烤。伪装。修复其他底盘部分。安心后桥。泥沙非常多。激光除锈。更换轴承装，旧的、新的。螺丝喷砂除锈，别問我為什麼不換，難道我不想？這只是一頭的戰。用我的神秘液和原厂是一樣的效果。恒温预考，刹車盤內部防性，高溫過跑。安心半軸，这陈年老牛啊！接着搞线束，也别問我為啥，一是設計壽命，二就是這解放路虎電路負載行模仿，使用乾冰清潔線時，避免腐蝕短路。更換波紋管。開始搞發動機了。
的机油服务。拆完了，先用超声波洗一下，倒入液氮，下钢汤，装发动机吧。为什么下趟美洲豹？看到驱轴上的辐射标了吗？安装前仔細清潔。原厂維修首次扭矩施工。精準大扭矩還得用它，設計只能使用5000次。攪拌均勻。這就是活塞工作順序。安裝缸蓋。發動機的進氣排氣由它控制。這把拍攝有一種模式，格式到位，瞬間下降。只有5厘米的力。拆变速箱，這個就是閥體，裡面像血管一樣由它控制換耐。這裡不能打膠，別水它。閥體內部過於精密，還是得拆開清洗。密封圈老化發硬。這個變速箱油很髒，間隙非常大，摩擦片拖擦，難怪大伙油耗很高。準備開始組裝。所有摩擦片一起換掉。
安裝限速。限速整理完毕，開始組裝底盤。組裝好的發動機開始合體。開始組裝內飾。這些接觸的地方，咱們用的是降噪布，包括咱們的安全帶，這些地方都是有空換新的。原厂卡子更換。做一双新鞋，北方加热快亮。必須做命運指法緊繃着底盤放鬆下。特4輪定位標準胎壓測量高度。查詢原廠底盤數據。出具搞定。狐狸有母，狠住，順手出票。一定要用力摩擦。夠不夠透亮？大哥們的捷豹都在有趣翻新部，別急。